朋友們，世界杯決賽都過去了這麼久，老 K 本來想說個1-2天就算了，但沒想到現在關於決賽的爭議越來越大，事情鬧得不可開交。本着客觀的角度，發生什麼新聞咱們說什麼，不站隊，兩邊的事情都要報。那麼現在阿根廷球迷已經發起了關於決賽要重賽的請願，已經獲超過 6.15 萬的簽名，而另一邊有超過2300萬人聯名請願，想要將阿根廷永久逐出世界杯。阿根廷足协主席呢，现在呼籲國內不要相信所謂的陰謀論，西班牙是更強的，贏得也很公平。那麼最關鍵，在失敗面前如何面對失敗，這是阿根廷足球和所有阿根廷球迷們共同的課題。那麼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熱推、點讚、評論、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咱們一件一件說。首先，世界體育報報道，關於26年世界杯阿根廷對西班牙的決賽，有一項網絡上的聯合署名的活動，要求重賽，目前已經獲得超過 6.15 萬個簽名。發起者主要對比賽的主裁判溫切奇的判罰提出巨大的質疑，呼籲國際足聯要重新審查比賽中所有的決定。而當然，這項請願是由阿根廷球迷吉塞拉·桑切斯在 Change.org 平台發起的。主要認為許多的判罰對比賽走勢產生了巨大影響，比賽中存在違規行為。不過發起者也並沒有提供經過核實的證據，只是呼籲國際足聯對這種情況要進行進一步分析。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今年世界杯首次出現類似的情況。法國方面在半決賽輸給西班牙隊之後，也曾經發起網絡聯合署名，超過了 8.2 萬人參與。法國這邊的請願者呢，質疑西班牙的第一個進球前有一次點球判罰存在爭議，但當然了，這樣的請願活動對比賽結果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另一方面 Euronews 報道說是有一份要求永久將阿根廷逐出世界杯的請願書正在廣為流傳，已經有超過2300萬人簽名了，非常接近吉尼斯世界紀錄。這一份請願書指責國際足聯和裁判們明顯的偏袒梅西和阿根廷隊。那麼現在世界杯決賽的餘波仍然在繼續發酵，阿根廷國內針對國家隊的陰謀論迅速擴散，什麼外部的壓力、美國聯邦調查局，還有對所謂球員家屬的威脅，各種各樣的說法用來解釋阿根廷隊在場上極為被動的局面。但謠言止於智者，主教練斯卡洛尼和助理教練阿亞拉已經站了出來，都承認了西班牙的優勢，也否認了國內那些流傳的各種離奇的說法。而梅西已經決定站出來。據和梅西的家族關係密切的資深體育記者迭格·拉托雷透露，梅西已決定在近期馬上會打破沉默，正式接受媒體的採訪。因為在阿根廷國內的輿論簡直是瘋了，有人說梅西熱身的時候故意把球踢偏，有人說球隊故意不射門，球員故意不跑動，甚至還有人編造各種各樣受傷的假消息。所以瘋狂的行為應該停止了，梅西很快就會親自出面澄清。記者拉托雷也在視頻裡嚴厲批評了阿根廷國內那些散布謠言的人，他認為這些陰謀論本質上就是輸不起的表現。他說，有些人無法接受對方西班牙踢得更好這個事實，非要給足球比賽中發生的正常情況找各種借口。他們通過幻想和編造陰謀論來尋求心理安慰，覺得全世界都在針對阿根廷，時間會證明一切的，事實會真相大白的。而今天梅西的俱樂部邁阿密國際3-2擊敗了芝加哥火焰。在比賽中，他的老朋友蘇亞雷斯梅開二度。賽後接受採訪，他也說，梅西直到最後一場比賽，他都為國家隊傾盡所有。考慮到他的年齡以及他所展現出的一切，對他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他是所有足球人的榜樣，以他的年齡，本可以留在家裡，但他還是帶着同樣的渴望，再次證明了自己，想為祖國再贏一次世界杯。遺憾的是沒能做到。現在輪到梅西他們休息了，經過幾周為國家隊征戰以後，他們需要休息。而與此同時，阿根廷足協官方發表了文章，認為梅西沒有拿到這次世界杯金球獎是最大的爭議。阿根廷足協的官網寫道，梅西在世界足壇最高舞台上再次展現了他經久不衰的實力，盡管已經39歲高齡，他仍然貢獻了8個進球和4次助攻。如此出色的表現，他作為核心力量，引領着斯卡洛尼麾下的阿根廷隊征戰了全程。可儘管他對阿根廷隊的征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卻未能當選賽事最佳球員。阿根廷有一位記者巴勃羅·卡羅扎，他在個人賬號發布了一個長視頻，在對世界杯決賽回顧的時候，他說呀，這次決賽就是國際足聯早就勾兌好的黑幕，而阿根廷就是被犧牲掉的那一個。
決賽轉播中只給西班牙傳奇鏡頭，而忽略了阿根廷傳奇，這已經暗示了結局。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刻意向歐洲足球示好，決賽安排了歐足聯認可的斯洛文尼亞裁判。裁判的人選絕不是簡單抽籤決定的。那麼另一方面，在決賽後打人的球員帕雷德斯現在態度強硬。據阿根廷媒體的消息，他回到博卡青年俱樂部，直接要求主教練安排自己首發出戰奧西金斯的南美杯賽事。這個消息立刻引發譁然，因為在世界杯決賽中，帕雷德斯下半場替補登場，但現在遭遇了肋骨的骨折。正常情況下，骨折完全應該靜養，可球員本人卻堅持要求身披博卡青年的戰袍出戰這場南美杯32強對決。這種犧牲精神在隊醫組和球迷中引發了分歧。有一部分人稱讚球員的無條件付出，另一部分人擔心在賽季關鍵階段，這樣帶傷出場的高強度會加重他的傷病。可無論如何，帕雷德斯是真拼啊！說這個球員極具個性，應該是沒有爭議。還有目前帕雷德斯在決賽後打人的事兒，國際足聯已經確認，他現在的紀律檔案顯示決賽後沒有任何違規記錄，所以在南美足聯的洲際賽事中完全可以出場。那麼最近阿根廷國腳梅迪納在決賽後回到了家鄉，他已經向球迷喊話：別信網上那些鬼話，我們很團結，你們從照片和視頻裡都看到了，我們一直是一支團結的隊伍。而我們也很難過，所以有一些隊友沒有來到這裡，我們心情不好，我們很傷心。我知道這很糟糕，因為這是足球比賽，人生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而另一位球員弗拉克洛佩斯也在陽台上向球迷喊話道：讓我們暫時忘掉幾天前發生的事吧，我們最大的骄傲就是來自我們出生的地方，我們更應該為身為阿根廷人感到無比自豪。反觀西班牙隊這邊，在決賽後被帕雷德斯揍了的加維，他反而在談到衝突的時候認為阿根廷球員帕雷德斯不應該因此被禁赛。他說：不，說實話，我不認為他們應該被禁賽。我明白這對孩子們而言不是一種好的示範，但足球也有更加激烈，甚至有些暴力的另一面。在我看來，或許最合理的做法是在比賽中将他罰下，僅此而已。但正如我所說，歸根到底，這一切都是足球的一部分，足球就是如此的。好，接下來看一下今天的重磅新聞。今天，阿根廷球員年輕的加納喬從切爾西已經租借加盟了維拉隊，租借加買断合同的總價將達到5000萬歐元。22歲的阿根廷國腳加納喬出自曼聯青訓，能夠勝任2個邊路和中路的位置。上賽季代表切爾西出場43次，打進8個球。這一次的合同是租借外加買斷條款，滿足特定條件就會變為強制買斷，而且這個強制買斷條件非常容易觸發。這也是為什麼切爾西準備接受阿斯頓維拉開出條件的原因。那麼這筆操作，老 K 的看法是雙贏。加納喬的水平在切爾西不足以長期打主力，但在維拉隊說不定就能派上用场。畢竟還只有22歲，就已經在英超2大豪門踢過這麼多重要的比賽。加納喬未來的上限挺高的，說不定未来的阿根廷國家隊他就是扛把子之一。另外，巴塞羅那已經官方宣布簽下了多特蒙德的阿德耶米，花椰菜的轉會費2200萬加700萬歐元的浮动。而阿森納這邊也官方宣布簽下了24歲希臘的邊鋒措里斯，轉會費4000萬歐元。今天羅馬諾還 Here we go， 宣布紐卡斯爾聯隊準備從摩納哥簽下阿拉吉班巴，轉會套餐4100萬歐元。這是個年僅20歲、身高1.94米的法國中場，如果發展得好，他的模板是博格巴。OK，40歲的老将前金球獎先生莫德里奇跟 AC 米蘭續約到了27年6月。上賽季他的發揮是 AC 米蘭中場絕對核心。40歲的莫德里奇仍然還有油，而在意甲踢球強度沒有那麼高，也有助於延續他的職業生涯。另一方面，關於意大利足協選定瓜迪奧拉是新主教練頭號目標的事，今天有報道，瓜迪奧拉所要的年薪高達2000萬歐元，可對意大利來說，這個條件就高得離譜，足以讓意大利足協放棄這筆簽約。意大利大概能出的價就是1000萬左右。所以意大利人感覺這是一種瓜迪奧拉體面的說不的方式，又不至於在場面上鬧僵。而巴西媒體報道，巴西主教練安切洛蒂已經拒絕了意大利足協的邀請，他表示自己現在無意離開巴西隊，所以意大利國家隊選帥還將繼續下去。接下來最可能的人選應該是孔蒂。好，今天國際米蘭和熱刺繼續展開對話。國際米蘭的2大目標斯彭斯加上羅梅羅，對羅梅羅熱刺隊要價5000萬歐元。這讓國際米蘭感覺壓力很大，但國米的主教練齊沃非常欣賞28歲羅梅羅的特點。在這一番爭奪當中，國際米蘭目前領先於巴塞羅那，
而有消息說熱刺隊願意降價到4500萬歐元左右。而皇馬自己隊內的小將馬斯坦托諾，現在西甲的比利亞雷亞爾和皇家社會都很有興趣想租借，預計球員轉會到海外的可能性很小。無論如何，現在馬斯坦托諾即將離開皇馬，穆里尼奧在訓練基地看到他訓練以後，已經同意讓他暫時離開，並希望下賽季19歲的馬斯坦托諾能回來。而阿根廷他的母隊河床也詢問了馬斯坦托諾的情況，試圖讓他租借回歸。還有皇馬隊內目前的貢薩洛加西亞，英超的富勒姆有意引進，但穆里尼奧目前希望他留队。可是留队吧，穆里尼奧也很難確保他的出場時間。球員本人倒是希望繼續跟隨一線隊開始季前的備戰，但是到8月31號之前，仍然可能發生許多變化。最關鍵是球員本人在8月底之前對自己的去留會有發言權。本周，小隊長巴爾韋德已經回歸皇馬訓練，在卡瓦哈爾離隊之後，他會成為新任的隊長。他已經見到了新任主教練穆里尼奧，穆里尼奧明確表示會重用巴爾韋德，而新賽季他必須先擺脫上賽季捲入的各種爭執，包括過去和哈維·阿隆索產生的分歧，和楚阿梅尼爆發的衝突，以及世界杯國家隊慘痛的出局。好在巴爾韋德自身的技術特點完美契合穆里尼奧提出的戰術要求。值得指出的是，新賽季鄧弗里斯的加盟，巴爾韋德基本不會再被安排去踢右邊後衛，而伯納多·席爾瓦的到來也進一步加強了皇馬的進攻組織。比席爾瓦和巴爾韋德的特點會非常互補，很有可能組成一套富有競爭力的中場搭檔。另外，皇馬高層正在慶幸自己在世界杯前就簽下了庫庫雷利亞，當時的目標是降低轉會費，現在看來這個操作非常成功。世界杯前簽下庫庫只花了5500萬歐元。而這位世界最頂級的左後衛作為世界杯冠軍加盟，包括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現，他現在的身價已經大幅升值。這筆交易對皇馬來說在最恰當的時機完成了。好，另一邊有消息說皇馬願意將楚阿梅尼出售給曼聯，穆里尼奧準備在收到合適的報價後放人。同時，穆里尼奧已經表態，希望皇馬簽下羅德里，將羅德里視為必須爭取的中場目標。穆里尼奧已經跟老佛爺明確說過這一點。新的世界杯金球獎，曼城的羅德里。今天來自意大利著名記者斯基拉的消息，羅德里已經和皇馬就一份到2030年的合同達成了原則性協議，皇馬準備和曼城展開談判。對羅德里，英國《每日鏡報》的消息，皇馬願意為羅德里出價最多1億英鎊的轉會費，但曼城堅決不會賣。曼城高層將堅決抵制皇馬今年夏天就想引進羅德里的所有嘗試。新的曼城主教練馬雷斯卡在6個月前談判執教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條件，計劃圍繞羅德里建隊，認為羅德里對整合新援安德森至關重要。馬雷斯卡的戰術體系高度依賴中場的控球和轉換的能力，而羅德里正是這個體系的核心支撐，所以曼城的高層仍然對和羅德里達成新的協議抱有希望。不過老 K 覺得皇馬無論如何不可能出1億英鎊這麼高的價錢，可能6000萬歐元左右就差不多了。主要是羅德里的合同只剩1年，而且皇馬這2年也缺錢。好，還有现在羅德里因為背部的傷病將先接受手術，目前尚不清楚羅德里是什麼時候能夠傷復，大概可能會休養3周左右。羅德里2024年9月遭遇重傷，前十字韌帶撕裂，然後就一直在曼城沒有發揮出過往的影響力，那次重傷讓他幾乎錯過了整個24到25賽季。還有體能方面的隱患也一直延續到了上賽季，腿筋和腹股溝反覆發作的傷病讓他上賽季在所有賽事只出場了33次，而38場英超聯賽僅僅首發了17場，所以這一次背部傷病接受手術，對皇馬和曼城談他的轉會也肯定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而曼聯這邊在已經引進了安德雷和蒂勒曼斯之後也不着急，並不急於馬上簽下第3名中場，曼聯正在考慮楚阿梅尼，還有夸迪奧科內，還有富勒姆28歲的挪威國腳桑德貝格。好，皇馬的中場球員卡馬文加呢，正在全力備戰。他在訓練中決心要贏得穆里尼奧的信任，不考慮離隊。上賽季他經歷了許多困難，但現在清楚自己將在季前賽獲得許多出場時間，只要發揮出水平，穆里尼奧就會信任他。教練從不偏袒任何人。現在第1場熱身賽已經確定，本周5皇馬對陣阿爾科孔，卡馬文加將迎來第1場考驗，但這也並非唯一的考驗。現在像馬斯坦托諾、貢薩洛以及卡雷拉斯等等，這幾位球員都想在季前熱身賽在穆里尼奧手下挽回過去失去的信任。穆里尼奧的戰術理念尋求攻防轉換型的中場，追求快速高強度，強調轉換的足球。
卡馬文加是具備這些特點的，他必須先找回自信，找回最佳狀態。好的，輕鬆一下。英格蘭隊沃特金斯的妻子埃莉已經曬了美照，緩解了丈夫在英格蘭世界杯征程中的失落。沃特金斯在本屆賽事只出場了2次，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替補席。而埃莉和沃特金斯自2018年以來相戀7年，在25年5月18日宣布完婚。他們現在2個孩子，阿馬拉5歲，瑪麗3歲，小家庭正在享受珍貴的假期。同時，巴西隊球星維尼修斯和女友維吉尼亞也正在巴西國內里約熱內盧如膠似漆。好的，兄弟們，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評論、熱推、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咱們明天再見。